中俄越老四国齐聚，盘点历届朝鲜阅兵，这次又有哪些变化？2025年10月10日，朝鲜阅兵展示了军事装备和仪式风格的显著变化。朝鲜自2020年起采用了中式正步为主、俄式为辅的新步伐，取代了早期的俄式弹簧步。新步伐减小了抬腿幅度，加大了步幅，整体显得更加大气和稳重。这一变化体现了朝鲜在阅兵仪式上的独特风格和自信。火星20型洲际弹道导弹首次亮相，其射程覆盖美国全境，采用新型发动机技术，提升了朝鲜的战略威慑力。高超音速导弹如火星11E展示了朝鲜在导弹技术上的进步。新型无人机展示了具备长航时侦察和精确打击能力的无人机，丰富了朝鲜的作战手段。坦克和其他装备，新型主战坦克如天马20主战坦克亮相，可能是天马3型坦克的改进版，配备了主动防御系统。多种火力打击装备、工兵装备和超大型放射炮也在阅兵中展示。这次阅兵展示了朝鲜在军事技术上的持续进步，尤其是在导弹技术和新型装备方面。这些变化反映了朝鲜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和战略意图。此次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典，既是朝鲜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也是检验其与各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契机。越南与俄罗斯高层代表团的到访，释放出明确的政治信号，而中国作为朝鲜最紧密的邻国，其代表团的规格与动向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方目光聚焦于中朝关系的新发展，试图从这场盛典中捕捉地区格局的微妙变化。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林于10月9日至11日率团访问朝鲜，并出席庆典活动。这是越南最高领导人时隔18年再度踏上平壤的土地，也是继胡志明、龙德孟之后第3位访问朝鲜的越南领导人。越南此次派出最高层代表团，不仅体现了对朝鲜的重视，更被视为对两国传统友谊的坚定支持。越南与朝鲜的友好关系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1950年，两国正式建交，开启了外交互动的篇章。金日成曾于1958年和1964年2次访问越南，胡志明则于1957年率团回访平壤。这些高层互访为两国关系奠定了深厚基础。近年来，双方互动愈发频繁，尤其是2019年金正恩访问越南，并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会晤后，朝越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苏林访朝被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标志。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率团出席庆典，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近年来，朝俄关系持续升温。俄乌冲突爆发后，朝鲜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俄罗斯，并疑似向俄方提供军需物资，展现出两国在战略层面的紧密协作。2024年6月，普京亲自访问朝鲜，与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为双方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梅德韦杰夫此行既是对朝鲜建党80周年的祝贺，也是俄朝深化党际交流、探讨军事合作的重要举措。尤其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甚至引入朝方军事力量，成为外界热议的话题。在众多国家代表团中，中国的参与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作为朝鲜最重要的邻国和长期盟友，中方的出席规格不仅反映中朝关系的紧密程度，也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近期中朝高层互动频繁。9月28日，朝鲜外相再次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宝贵财富，中方始终将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作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一表态进一步凸显了中朝关系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在金正恩出席中国93阅兵后，中方此行被视为对两国友谊的又一次巩固。此次庆典吸引了越南、俄罗斯等多国高规格代表团的参与，标志着朝鲜正在逐步拓展外交空间。在美国、日本、韩国对朝施压的背景下，这场盛典成为朝鲜向世界传递独立外交声音的重要平台。它不仅是一场阅兵活动，更是一次展示朝鲜外交成果、凝聚国际支持的契机。越南和俄罗斯的高层到访，体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合作，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则再次印证了中朝友谊的深厚根基。未来半岛局势的走向仍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过程中，中朝关系的持续深化不仅将为两国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也将为地区稳定注入积极因素。无论是阅兵的宏大场面，还是多国代表团的密集参与，都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和平与合作仍是解决地区问题。台湾网民提出换岛方案，去外国买岛迁移，把台湾留给大陆，可行吗？台湾有网民近日提出了一个想法，想要花钱购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之后可以将全部的台湾人迁往这个小岛，那么台湾岛便可以归还给我们大陆。这个想法的可行性有多大？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塔斯马尼亚岛的基本情况。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侧，紧邻墨尔本南侧约240公里处。它横跨巴斯海峡，是澳大利亚唯一岛州塔斯马尼亚州的主要部分。该岛面积约 6.45 万平方公里，因其形状酷似心形，被誉为世界的心脏。塔斯马尼亚岛的生态资源丰富，享有天然之州的美誉。岛上蕴藏着丰富的铁、锌、铅、锡等金属矿藏，为岛上的矿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岛屿的中部和西部还蕴藏着澳大利亚主要的水电潜能，例如皮曼湖的部分区域已经开发成水电站，福斯河上的塞沙纳坝是澳大利亚的重要水电工程，其大坝高度达到了110米，库容量达到 1.46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更可达10万千瓦。而更为壮观的是皮曼河上的里斯坝，其水库总库容高达 6.41 亿立方米，水电站装机容量更是高达 23.8 万千瓦。除了这些自然资源，塔斯马尼亚岛在战略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东临塔斯曼海，西接印度洋，是南半球连接两大洋的关键枢纽。此外，它与南极洲相望，距离仅约2500公里，成为了连接澳大利亚与南极的重要通道。霍巴特港位于岛屿的东南侧，是岛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远航南太平洋进入南极大陆的重要门户，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塔斯马尼亚岛周围海域环境简单，除了与澳大利亚相邻，仅有新西兰与之相伴，这使得它不易被卷入大国之间的纷争和博弈，成为了一片宁静而宝贵的宝地。台湾网民提出的购买岛屿的想法能实现吗？全球花钱购买领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1867年，俄罗斯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竟然将约 151.9 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州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售卖。阿拉斯加现今的 GDP 更是高达700亿美元。根据现有的交易来看，塔斯马尼亚的沃特豪斯岛是一座未开发的岛屿，其以550万澳元的价格售出，总面积约300公顷。这样计算下来，每公顷的价格约为 1.83 万澳元。实际上，像这样的毛坯岛占据了塔斯马尼亚岛总面积的 95% 左右。若想购买整个岛，其价格将高达 11.7 万亿澳元以上。再加上剩余的 5% 的精装岛，总价将接近13至14万亿澳元。近年来，台湾省的经济增长也相当可观，2023年的 GDP 达 23.55 万亿新台币，2024年增长了2746亿新台币。按照当前的汇率换算，1新台币约等于 0.0485 澳元。这意味着2023年的总 GDP 大约相当于 1.142 万亿澳元。因此，若想以当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的方式购买整个塔斯马尼亚岛，这需要台湾省10年以上的生产总值。另外，澳大利亚方面也不会轻易同意。台湾人迁移方案的可行性。购买海外岛屿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设想，在现实中遭遇多重难题。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其独特的地形与气候虽然引人注目，但并不适宜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岛上大部分区域被划定为国家级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开发空间严重受限，这为迁移计划带来了实质性的挑战。
此外，塔斯马尼亚岛的经济基础以农业、林业和旅游业为主导，缺乏强大的工业支撑，其经济结构难以承受大规模人口和产业的转移所带来的压力。尽管地理位置上远离大陆，但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大陆之间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霍巴特机场仅允许国内航班运营，且对进口新鲜水果和鱼类的严格限制，凸显了该岛在资源流通方面的局限性。即便塔斯马尼亚岛的自然资源丰富，但其生态系统却异常脆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能对这片土地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同时，尽管岛上的矿产资源种类多样，但储量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工业发展的需求。综上所述，台湾网民去外国买岛迁移的想法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还需要更多的考虑和评估。俄罗斯网友推算外蒙古最终会回到中国，连远东一起归还，是真的吗？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领土辽阔的国家，而外蒙古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在历史上都是我国固有领土，清朝末年却因种种原因被迫与中国分离。俄国人推算外蒙古与远东最终将回归中国，这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蒙古与远东的发展困局。蒙古位于我国的北方，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国土面积达 156.6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0万，其资源储备令人瞩目，煤矿、铜矿和金矿的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此外，蒙古还是全球第2大稀土资源国，这一战略资源极具价值，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理论上蒙古应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然而，过去的决策似乎对蒙古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蒙古曾选择与北约结盟，这导致其与中俄的关系一度紧张，加之其本身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开采困难重重，再加上与中俄的关系紧张，即使资源被开采出来也难以运出，这无疑给蒙古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俄罗斯远东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属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是俄罗斯通向太平洋的重要门户。西部与西伯利亚联邦区相连，东部和南部与美国的阿拉斯加以及日本隔海相望，北濒北冰洋，南与中国和朝鲜接壤，总面积约为 621.59 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面积的 36.4%， 拥有金、锡、铁矿石、石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煤炭探明储量为200亿吨，石油远景储量30至5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1万亿立方米。因极端的气候条件、人口稀少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这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2. 外蒙古和远东最终可能会回归中国吗？回首历史长河，外蒙古自清朝末年遭遇沙俄的侵略后，逐渐脱离了中国的掌控，其失落令人痛心疾首。曾经外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在苏联的操纵之下，通过一场虚假的投票后宣布独立。如今即使中国日益强盛，但外蒙古与中国的联系仍然疏离，其独立后的民族认同根深蒂固，回归的意愿微乎其微。远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俄罗斯不可或缺的领土。尽管俄罗斯面临经济困境，但远东地区仍是他们的经济命脉，除非俄罗斯主动放弃，否则这片土地的回归几乎遥不可及。尽管有人憧憬通过经济合作来促进领土回归，但这种想法只是一种空想。领土主权是国家核心利益的体现，它不会因任何经济合作而受到影响。若中国希望有机会收复这些失地，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历史已经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弱国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如今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的全面发展，已为维护领土完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未来领土回归或许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国家强大基础上的可能。3. 外蒙和远东回归的地缘发展意义。远东地区目前仍被视为俄罗斯的矿产资源储备地，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开发能力却显得捉襟见肘。
而外蒙古作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其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若想实现外蒙古的繁荣发展，中俄两国的支持与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若外蒙与远东能重归中国版图，这将为中国带来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首先，这将为中国带来更为广阔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外蒙古的稀土及煤炭储量居世界前列，而远东地区亦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油气及其他矿产资源。有了这些资源的加持，结合中国的强大基建能力和开发实力，必将为外蒙和远东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次，这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地缘联系问题。当前，中国东西两端因外蒙古的隔离而难以直接相连。若外蒙古回归我国，将大大缩短从黑龙江至新疆的距离，而且远东回归也将减轻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中国将有能力从海参崴向南威慑至日本北海道，军机军舰亦可从楚科奇半岛直达阿拉斯加，深入美国腹地。最后，外蒙和远东的回归还将为开发贝加尔湖提供可能。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储存淡水最大的湖泊，若能修建一条穿越外蒙古、连接中国华北和西北的运河管道，将为华北和西北地区注入大量淡水，滋润大片干旱土地，使中国拥有更多肥沃农田，为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来源。假如中国收回全部争议领土，面积究竟有多大？能否赶超俄罗斯？西方国家至17世纪后期进行了殖民掠夺，我国丢失了大量的土地。目前我国与邻国之间依然还有部分领土存在争议。我国将丢失的领土全部收回后，其面积有多大？能赶超俄罗斯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中印边界附近的争议领土。江心坡位于我国的西南方，该地区长约300公里，宽约150公里，面积约 2.7 万平方公里。江心坡地势北高南低，分为上中下3部分。这里的地形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高，土壤肥沃，矿产资源与水资源也比较丰富。缅甸在19世纪末被英国殖民统治后，就将江心坡给占领了。二战后，江心坡自然也就成为了中缅之间的争议地区。最后，我国在深思熟虑后，将这块土地放弃后，换回了片马、古浪与冈防这3部分领土。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东南部，面积约45110平方公里，人口约26万。位于喀拉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海拔在3000至6000米之间，全境都处于青藏高原上。拉达克在我国历史上由中原王朝管辖，但是南亚在19世纪被英国殖民统治后，西藏地区的草原与资源就被英国给盯上了。1846年，他更是在清朝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将整个拉达克地区划入了英属印度版图。印度独立后，拉达克依旧是它的组成部分，占印度控制克什米尔面积的 45%。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包括我国西藏的措纳市、龙子县、墨脱县、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藏南地区的面积约 9.3 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00万。这里位于4国交界处，周边有不丹、印度、缅甸。中印产生领土纠纷，始于上世纪英属印度当局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目前藏南还有部分地区被印度非法占领，更是实施了向藏南移民、大兴土木与加强军事化部署等措施，以此达到永久占领藏南地区的目的。但是我国历年来出版的标准地图对藏南地区都是进行了明确的标注。2. 蒙古国与唐努乌梁海。蒙古国是世界上第2大内陆国，面积 156.65 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仅有340万。该国资源丰富，全境矿产种类约80种，主要的资源有煤炭、铜矿、石油、铁矿、稀土等。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农牧业是其经济基础。蒙古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朝时期，当时游牧的蒙古族就与中原王朝有往来。清朝时期，蒙古各部的大部分领土并入清朝。晚清时，沙俄对蒙古国进行渗透，在清政府覆灭后，沙俄趁机推动外蒙古独立。直到1946年，民国政府才承认蒙古国独立。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北至萨彦岭，南到唐努山，西到俄罗斯巴尔毛尔东南，东到外蒙古库苏古尔坡以东，面积约 16.86 万平方公里。17世纪初，沙俄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
1727年，经过谈判，清廷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明确了中俄以萨彦岭为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唐努乌梁海一步步被割让。但是截止到1869年，唐努乌梁海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属于清朝。清朝灭亡后，他在外蒙古的影响下宣布独立，但是在1914年被沙俄进行了保护。我国曾在1919年将其收回，仅过了2年的时间，他又再一次的宣布了独立，直到1944年被苏联成功吞并，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3. 外东北与外西北。外东北的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地河与外兴安岭之间，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格布特岛等近海岛屿在内，共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部分领土拥有优越的海岸线与丰富的物产资源，很快就引起了沙俄的注意。沙俄在1858年与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了沙俄。这块领土范围差不多有60万平方公里。在1860年，又强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次割让的范围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外加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公里的领土。沙俄仅用了2张不平等的条约，就让我国丢掉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让我国的吉林省从一个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内陆省。外西北是指清末时期被沙俄侵占，位于新疆以西的一块高达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领土大致范围包括楚河流域、塔拉斯河流域等地区，以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为起点，向西南方向经过艾古斯河等河流流域，到达巴尔喀什湖的北岸的七河流域，最终到达瓦罕走廊。这一范围还包括了巴尔喀什湖、斋桑坡、阿拉湖以及伊塞克湖4座大湖。1864年，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了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等5个条约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卡尔嘎西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加上帕米尔高原被俄国占领的3万多平方公里，俄国共割占54万多平方公里。从上述可以看出，我国丢失的大部分领土都是被沙俄给占领了，剩下的基本都位于中印边界地带，以及还有我国南海海域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如果我们将这些领土全部收回，粗略计算，我们国家的领土会增加到1300多万。虽然还是无法超越俄罗斯，但是将会赶超美国与加拿大，成为领土第2大国家。面积接近10个上海崇明岛，曾是我国故土的巴拉望，还能收回来吗？中国南海边缘的巴拉望岛在历史上与我国存在一定渊源，但目前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巴拉望岛是一座位于菲律宾西部的岛屿，曾是我国的领土。1946年在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后，巴拉望岛也随之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菲律宾位于东南亚，国土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主要岛屿包括棉兰老岛、萨马岛、吕宋岛等11个，共占国土面积的 96%。众多岛屿为其提供了长约18533千米的海岸线。该国总面积约 29.97 万平方公里，国内人口大约 1.17 亿，其中有 85% 以上都是马来人。菲律宾的西部是我国南海，东部濒临太平洋，北部与我国台湾岛隔巴士海峡相望，南部和西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隔苏拉威西海与巴拉巴克海峡相对，其地形多以山地为主，平原只有零星一点。另外，境内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21座，最大的活火山是吕宋岛东南的马荣火山，而棉兰老岛的阿波火山是境内的最高峰，其海拔约2954米。菲律宾属热带雨林气候，受海洋季风影响，年降水量约2000至3000毫米，森林分布广，野生动植物有近万种，当地矿产种类20多种，主要有铜矿48亿吨、镍 10.9 亿吨、金 1.36 亿吨。巴拉望岛西北部海域有大约 3.5 亿桶石油。2023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约 4371.46 亿美元，其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受国际市场影响大，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约 60%。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在外劳工约230万人，主要在沙特、阿联酋等国工作，工业以电子化工等制造业为主。
菲律宾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过程也存在高通胀、高债务、高失业率等问题。巴拉望岛的地势狭长，并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岛屿长约423公里，最窄处约为9公里，最宽处约为45公里，面积约 1.18 万平方公里，比上海的面积还要大上10倍。岛上最大城市则是中部东海岸的普林塞萨港。巴拉望岛的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基本在27摄氏度以上，而且沿海地区种植着稻米、椰子等作物，还拥有高达 90% 的森林覆盖率。另外，岛上还有一些矿产资源，如汞、铬、锰等，其储量都比较可观。目前这座岛屿上的人口约 31.16 万，主要靠渔业、采集等维持生计。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如今却成为菲律宾的第5大岛，被称为菲律宾的最后一块净土。2. 巴拉望岛的战略价值。虽然巴拉望岛的开发力度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拥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其东北方是菲律宾的吕宋岛，东面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西面隔着南海与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相望，西南方是印尼的加里曼丹岛。这样的位置使得巴拉望岛成为连接亚太地区的枢纽，并且它还靠近我国南海的贸易航道。从西太平洋经南海到印度洋的国际航线必须绕到巴拉望岛附近海域。由于东北亚地区进出口的货物路途遥远，所以在通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时，可以将巴拉望岛作为一座中转站，为来往船只提供补给。而且南海拥有37条世界级的航线，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货物，其中 90% 都要经过南海海域，韩国与日本进口的石油 90% 也要经过南海海域，可见在海上交通与贸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巴拉望岛还因为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维稳亚太地区的关键。毕竟巴拉望岛和我国南海仙宾礁的距离仅有141千米，距离仁爱礁有198千米，与舰长礁的距离更短，仅有80千米。与黄岩岛的距离较远，但也只有相隔460千米。所以从巴拉望岛不管是去南沙地区还是中沙地区，其距离都是非常的近，可谓紧盯我国南海防线的前沿哨所。另外，在巴拉望岛中东部有一个港口城市普林塞萨港，其西班牙文意思是公主港。普林塞萨港地处洪达湾南岸，外围是苏禄海，成为该处海湾的天然屏障，所以这里既是巴拉望岛的经济中心，也是重要的渔业基地和贸易转运站。3. 巴拉望岛为什么会成为菲律宾的领土？元朝时期的巴拉望岛属于苏禄国管辖，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巴拉望岛就成为了明朝的附属国。到了清朝时，苏禄国依然定期向中原进贡。在18至19世纪时期，西方列强侵入东南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入侵越来越迅猛，此地的岛屿逐渐被侵占，而巴拉望岛便在这个过程中被西班牙占据，统治长达300年。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在西班牙统治的巴拉望岛也随之转到了美国名下。在1946年经得美国同意后，菲律宾才正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之后不仅将巴拉望岛划分到自己国内，连我国南海也被菲律宾称为西菲律宾海，企图侵占我国南海大片海域。面对菲律宾的无耻行为，我们对菲律宾采取了强硬措施，迫使他放弃拥有我国南海这不切实际的幻想。目前巴拉望岛已归属菲律宾78年，虽然不曾对巴拉望岛进行开发，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使得巴拉望岛军事化程度较高，而美国也计划在巴拉望岛南部建设军事基地。只要美国没有失去霸主的地位，对于收回巴拉望岛的几率就非常渺茫。被强占25年的苏岩礁，如今已被我国实控，领土完整，寸步不让。在我国东海海域有一处神秘的暗礁——苏岩礁。这座水下暗礁到底有多牛？为什么会引起中韩激烈博弈？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我国已经收回的有争议岛屿。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最东端的黄岩岛，它虽然一直都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1997年至2012年这15年的时间内，一直都被菲律宾非法占有，直到三沙市在2012年设立之后，才回到我国的实控下，将其划给了三沙市管辖。目前黄岩岛的渔业年产值超过20亿元，
在黄岩岛东部的马尼拉海沟地处菲律宾西部与我国南海之间，而黄岩岛与马尼拉海沟之间的距离非常近。黄岩岛与菲律宾的距离为240公里，距离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也只有300公里。不仅遏制着苏比克湾进出的咽喉要道，还控制了南海航道的咽喉位置。黄岩岛的外形大致是一个等腰三角，其面积约150平方公里。礁盘处于一个半封闭状态，中间西湖的面积可达130平方公里，内部水深可达20米。位于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和主碧岛，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这2座岛礁都已被成功吹填。美济礁的面积约为 5.66 平方公里，由于它是我国南沙地区一座罕见的天然大型避风港，可以将其建设成为南沙的水产基地，战略价值非常高。主碧岛位于中叶群礁的西南方向，东北部距离中叶岛约23千米，其礁盘面积可达 16.1 平方公里。这2座岛礁目前不仅是南海渔业和科考的枢纽，油气储量更是超过50亿吨。2. 苏岩礁的领土争端。苏岩礁就隐藏在我国东海的北部，其面积约2平方公里，形状像个椭圆形的海底丘陵，周边平均水深50米，还形成了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苏岩礁地处我国东海的大陆架上，属于我国长江三角洲的海底丘陵，其礁名也有着江苏外海之礁石的意思。苏岩礁距离上海崇明岛150海里，距舟山群岛最东侧的童岛132海里，距韩国济州岛西南82公里，距日本冲绳县硫磺鸟岛151海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而苏岩礁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苏岩礁与江苏外海的麻菜横、外科角两沙洲岛，以及圣斯列岛东边的蛇山岛、鸡骨礁、舟山群岛东北侧的童岛，共同组成了中国东海的外围岛链，对我国东海和黄海的划界具有重大意义。苏岩礁这块暗礁虽然常年淹没在海平面下约 4.6 米，但由于中日韩3国专属经济区有重叠，它就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中国的说法就是认为苏岩礁是江苏外海大陆架的自然延伸，理所当然地归入中国专属经济区。韩国的看法则以鲤鱼岛为由，声称这是非法设立的海洋平台，并且在2001年非法设立了3600吨重的大型海洋平台，建有直升机停机坪、卫星雷达、灯塔和码头，试图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如今我国在苏岩礁上设置的养鱼场也是合法合理的，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岛礁，甚至很多人也认为接下来我国对苏岩礁及相关海域的实际管控会逐渐提升，那么苏岩礁彻底回归我国也将指日可待。3. 苏岩礁的战略价值。苏岩礁虽然只是一个水下的暗礁，不仅没有领土地位，还不能作为岛屿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尽管如此，这一暗礁的价值还是非常的大。首先，苏岩礁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回苏岩礁是我国捍卫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体现，对日后我国管控南海等相关海域岛礁意义重大。另外，这里还是国际航运咽喉，从上海到济州岛再到硫磺鸟岛的国际航运路线，每天有超过100艘商船往返于中日韩之间，占据了东海航运流量的 40%。如果苏岩礁纳入我国有效管控，不仅能确保黄海与东海分界线的安全，还能保障长三角到日韩的贸易通道畅通无阻。其次，苏岩礁是一个水产资源宝库，这里聚集着大黄鱼、带鱼、乌贼、小黄鱼等4大海产，尤其是在礁区东南侧，鱼群更是密集，年捕捞量超过50万吨。这些丰富的海产资源能直接惠及江浙沿海的数万渔民，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且这里也分布着非常丰富的能源，通过现代探测技术，已探明原油储量高达1000亿桶，天然气储量72亿立方米。这个数据相当于大庆油田巅峰期的3倍。更重要的是，未来这里还可以规划建设海上风电站，为长三角地区实现绿色能源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动区域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